4点多就起床，准备要去搭热气球。这次来到土耳其的重头戏，就是在热气球上欢度我的生日。可以说，可以说。全部都要撤了。本来刚还是黄旗，现在已经变成红旗，所以全部都撤退了。全部都撤退了。土耳其热气球为什么号称世界第一呢？主要是因为卡巴多奇亚几百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特殊的火山岩地形，经过风化后出现大量的精灵烟囱，还有石柱峡谷。从空中看下去，像飞在火星上。这种景观，全世界几乎没有第二个地方。在清晨的时候，会超过150到200颗的热气球一起起飞，天空像被彩色气球塞满。很多地方有热气球，但很少能同时看到这么壮观的气球海，这也是卡巴多奇亚封神的原因。而且，土耳其对热气球的管理非常严格，每天凌晨会依据风速、风向、高空气流还有能见度决定能不能飞。甚至还有卡巴多奇亚 SHN 飞行监测系统，专门来监控飞行安全。当然，最震撼的就是在热气球上看世界最美的日出，所以说这是一生一定要看的画面。登上热气球前呢，我想先在地表上好好先了解这片大地，所以请来当地导游 Qmo 的妹妹 Q 妹来介绍一下。 Well, if you really want to get to know Cappadocia from the ground up, you've got to start at the Göreme Open Air Museum. It'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honestly, it's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whole region. This massive cave complex was carved out of the rocks by early Christians looking for a safe haven to escape persecution. They built everything right into the stones, churches, monasteries, living quarters, you name it. 因为大部分的教堂都不能拍照摄影，所以里面的状况就只能从外面这个看板来了解。而圣巴巴拉教堂是少有可以拍照的。这座教堂主要是用红色赭石直接画在岩石上的简单图案，反映了当时基督教早期反对偶像崇拜时期的装饰风格，简朴而神秘。最有名的就是黑暗教堂，这是整座博物馆最珍贵，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地方。因为教堂内部几乎没有窗户，光线极少，这反而保护了墙上11世纪的湿壁画不受光照损坏。壁画内容描绘了耶稣基督的一生，色泽鲜艳精美，甚至连金色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因为内部禁止摄影，就从网络上抓一些主要的照片。如刚刚所说的，早期基督教徒遭受迫害时，为了躲避战争与掠夺，他们不只在地面上寻求保护，也利用卡巴多奇亚的柔软火山岩一路往地下挖。在196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名土耳其男子在整修房子的时候，发现家里一面墙后面居然有个神秘空间。他把墙敲开后，竟然一路通往地下通道。后来考古学家进一步调查才发现，下面根本不是地下室，而是整座巨大的地下城。里面甚至有教堂、厨房、酒窖、储粮室、学校、牲畜区。当你走进去的时候，通道非常低矮狭窄，很多地方都要弯腰才能够前进。但即使在地下，空气居然能够流通，代表当时的人已经懂得设计完整的通风井。他们把所有的食物像大麦、小麦盖起来，都要磨成粉，才好保存啊。他们吃的煮的都是因为这样只要这个水加进去煮熟就好。这个Yeah, mean, sure, okay. The one is the ox, and this is altar for sacrifice for him. Sorry. They bring grape like that. Carry it, put it inside. Then the gentleman is coming.
哦，葡萄全部放在这里面哦。小孩子在那边采啦， And then the grape juice. 然后那个酒会流 Come 出 over 来 and they will 会 get 爆 the 成 juice with the 我 clothes. 讲过，每 Okay. 个地下层都相通的，这个就是通道可以通到下一个地下层。那如果这个地下层被发现的时候，不是，他们就会把石门关起来。石门关起来，这个以前是活动的，然后现在封住了哦。对，现在怕危险，所以封住了。那每一个这个通道都有这个石门，那这个可以看到石门中间有个洞。它因为你敌人来的时候，你来你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因为里面没有灯，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孔，如果一个敌人来，他们就拿那个长矛刺，就像要串肉这样，串烧这样。这里就像地下迷宫，通道很多，空间彼此交错。经历了拜占庭人还有早期的基督徒不断扩建，一路往地底深处延伸，压迫感更强。卡帕多奇亚最神奇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脚下还藏着什么，因为在这片外星地貌下面，还埋着另一座人类的文明。为了感受当年人们的生活，我们特地住进了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饭店。这里不是后来盖出来的主题旅馆，而是真正利用火山岩洞改建而成的居住空间。带大家一起进来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洞穴饭店。这跟刚刚走在地下层的感觉有点一样，空气中有一点岩石的味道，潮潮的。虽然里面好像是有开个除湿机，但是还是有一点潮。这张床就像我们像山顶洞人一样住在山洞里，还有一个浴缸，这里应该就是浴室。浴室真的很大间哦，还做了干湿分离。这样子的潮湿感，难怪这里有做一扇窗户，打开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但是打开又怕蚊子跑进来，还是关起来好了。以前也住过洞穴饭店，但是这次我感觉它更洞穴。我觉得这个洞穴饭店的那个设施，它很齐全，有浴缸啊，然后还有吧台啊，然后房间还有一个书房，还有一个客厅的沙发，格局都蛮不错的，而且很宽大。好像就是把当时原来住在洞穴人的生活，直接让我们这边体验。所以我觉得我是山顶洞人，重点就是热气球。虽然在埃及搭过热气球，但是这里的地貌也不一样。听说全世界最有名的热气球就是在土耳其。希望明天能够顺利的起飞。晚安。很多人以为热气球选在清晨飞，是因为日出比较浪漫，但真正的原因是清晨的天空最稳定。热气球不像飞机有方向盘和引擎，它几乎是跟着风漂浮，所以最怕的其实不是下雨，而是乱流。当太阳升起后，地面开始被加热，热空气会往上冲，形成一股不稳定的气流，这种现象叫做热对流。而热气球体积非常巨大，一旦遇到不稳定气流，就可能剧烈晃动，忽然升降，很难控制降落位置。所以飞行最安全的时段，通常只有日出前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地面还没被晒热，风速最小，气流最平稳，整片天空就像湖面一样安静。而卡巴多奇亚的天气很稳定，一年大约有300天适合飞热气球，但其中不能飞的65天就被我们遇到了。做白工了，全部都撤退了。没关系，早上带来。来早餐了。热气球公司都会到饭店接我们到升空场地，能不能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们会不会发早餐。这就是我们要搭的热气球，已经开始加热充气了。清晨气温低，热气球更容易升空，因为热气球的原理就是热空气比冷空气轻，外面越冷，气球内温差越大，浮力就越明显，
所以清晨不止安全，也更省燃料。哦，原来机长一开始就在里面了，刚刚加热的那个人就是机长哎。可以上喽，球魔看起来比我们更兴奋。大家互相帮忙登上了热气球吊篮，准备展开热气球之旅喽！有人在拍婚纱啊！那台敞篷的，昨天有看到哎。跟我生日同一天在拍婚纱哎。哎，我们也会被记录在他们的婚纱照里面哎，真的是太幸运了。哎，真的台湾人哎！哦，哦，太浪漫了吧！来这边拍，等一下，快点。当热气球慢慢升空，卡帕多奇亚真正震撼的样子才开始出现。那些在地面看起来零散的岩石，从空中才会发现，原来整片大地像被地球亲手雕刻过，一根根巨大的石柱、尖塔、蘑菇岩散落在山谷之间，有些像骆驼，有些像烟囱，还有些像外星文明遗迹。眼前这一切是风雨火山花了几百万年完成的作品。Hanging on, walking tall. Some days I got no use for it all. Working hard, making less. Some days are bad, bad at best. 不用蹲了，他说没风不用蹲。对啊，而且直接降到车子上面呢。I set to thinking I could make something of me. Playing every game except the lottery. Serving everybody else and told myself I'm free. Misery is a showy state of bad company. Thank you. Foolish notions, foolish lies. Notions, they cut me down to size. Thank you. 卡帕多奇亚最厉害的是，它不只是一个景点，
你可以从空中、地表甚至地下，用3种完全不同的角度认识这片土地。空中是上百颗热气球飞越外星般的火山峡谷，地表是岩窟教堂、洞穴聚落，还有几百万年形成的奇岩怪石，而地下则藏着真正的人类地下城市。很少有地方能把天空、地表与地下文明同时浓缩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继续频道见喽！I don't know if I can find my way out. I'm stuck in a prison of doubt. In this toy shell, and everything is growing up tight. There's no room to breathe, and nobody is watching at night. I wanna rise up. Need a friend to shake me out again. Need a friend to shake me out ag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ind my way out. In this tiny shell, and everything is growing up tight. There's no room to breathe. Fall into the ocean. I'm reaching out, I'm